对不起，我这剩下谢谢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刘总说，你真的要坚持，他看好你，他的企业不错，你以后别再乱地辞呈了。老朱，你是要跟我分手？ SYS 已经提出，如果再没有业绩，1个月之后，他们就拿回我的代理资格。小伟，我可能这次真的无法东山再起了，人为了，事业也为了，让你跟一个毫无可取之处人在一起，对你不公平。 老朱，我心里很清楚，我一直都很清楚，如果我变得碌碌无为，你会不耐烦。小薇，不要因为不忍心去委屈自己。 你还年轻，老朱，我告诉你，你想赶我走，门儿都没有。你并不爱我，小薇。那你就当我折磨好人有瘾。谢谢。你想让我们劝顾小薇离开你？主要是你，在很多事情上，你劝他比我劝管用。何必呢？伟林，你应该明白，小薇在这件事情上犟着是不理智的。我还记得我们刚交往的时候，他曾经开过一个玩笑说：“我不工作，你养我呀。”我真的想，可是现在，未来反倒让他养一个大树，你们觉得合适吗？但是我觉得，老朱啊，顾小薇要没了你，肯定会在缺乏纪律约束的情况下，变本加厉地撩拨我们家华伟林。我们家伟林又总觉得欠他的，缺乏起码的自制能力，所以当这个说客对我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。狭隘了。但是呢，我跟顾小薇交战多年，说不上惺惺相惜吧，也算是越战越有感情。虽然我狭隘，但是我还是不想看他过得不好。那你这什么意思呢？他是我们中间最早有手机的，出门能打车，我一直都偷偷的羡慕他。他羡慕我有你，其实就应该让我羡慕他始终比我们有优越的生活。放！小薇，你不就是怕我落单了之后勾引你们家华伟林吗？有什么呀？装什么好人？啊？你真的误会了。闭嘴！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识眉眼啊？
要不是我今天难得发扬高风亮节，我能明知道你这样不识好人心，我还坐在这儿吕洞宾训狗吗？我就当你们俩是为我好。你们给我听着，还有你们都给我听好了。这件事情以后谁都甭废话，我还就犟上了。为什么呀？不知道。小薇，我们理智的来分析问题好吗？当初你前妻给我开到500万，我都没有同意，何况现在呢？哎，陆小薇，老朱又没跟你谈买卖。行了，老朱你也别分析了。说实在的，我们压根儿就不该来劝他。伟林，你听我说啊，我觉得你应该听我说。人一旦遇到了坎儿，就会畏缩，这都一样的。去年我一直找不到工作，我差点甩下沈宇就溜之大吉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？回家我会出牌。老朱，你知道吗？为了在我跑路之后，让沈宇不会再来找我，我给他留了封信，记录的都是我当时的心情，全都是在为他着想。信呢？我怎么没收到啊？回家我剁手指啊！我临走的时候，我在我钱包里看到沈宇偷偷给我塞的1000块钱。我当时真的臊到我都想去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为他好，什么不拖累他，全都是狗屁，全都是给自己找借口，给自己的懦弱、畏缩，给自己不是个爷们儿找借口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是个男人，如果你是个男人，当女人没有说要走，当她没有说走这个字的时候，就不可以、不能、不应该说走。我一身猪板油味儿，你说他嫌不嫌弃？他烦不烦啊？他都嫌弃成这样，烦成这样了，他都没有说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把我当自家人，他才会嫌弃成这样还受着。老朱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走？小薇，我们回家。爸，对不起，吵醒你了。是，有事儿，我有事儿求你。